嗨，大家好，我是朵娜，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在本集影片开始之前，我想要先感谢来参与5月24日线上语频引导会的所有灵魂家人们。不论你是当下与我共振，或者是你是观看回放，我都深深的感谢大家共同完成了这一场不可思议的频率锚定。如果你在引导会结束之后才看到这一则讯息，我诚挚的邀请你先加入我们 FB 的私密社团，你只需要$21的能量交换，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去承接当日的引导回放。或许你会想要等到下一次的引导会，但我想说的是，等待这件事情很容易让我们的灵魂去落入一种被动的时间轮回当中。请允许你自己在此刻成为主动的创造者，这是一次意识还有行动的精准对齐，也是你向宇宙去发射我存在的纯粹宣告。今天这集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刚经历的一个非常奇妙，甚至让我醒来之后坐在床边发呆很久的一个梦境。因为这是一个记不起任何画面、任何剧情，但是却带给我巨大震撼的梦。那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我的脑中下意识就浮现出一个非常强烈的知晓。这个讯息在我睡梦当中被示范，或者是说告诉我整整2次。但当我要仔细去回想这个梦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遇到了谁，我的大脑却是一片空白。尽管如此，我的意识深处却无比清晰，好像烙印般的塞进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让零点场中的无限的可能性真正的显影，还有落实到我们眼前的3维世界的话，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比较有趣的是，当我的大脑试图要去转译这个高维的结论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用文字去表述那个能量的结构。于是我尝试的闭上眼睛，去感受这股能量。结果这股能量在我的脑海中自动去凝聚成一个非常具体的画面，我把这个画面转译成能量钩子。也许你现在的现实让你感到非常的无力，或者是你学了很多的吸引力法则，做了很多的显化冥想，但是你眼前的现实就是老样子，让你开始自我怀疑，或是感到很疲惫。那么我想要请你先冷静下来，安静下来，先听听宇宙想要透过这个梦境想要转达给你什么样的讯息。我在过去的影片曾经有分享过，零点场它其实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讲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只要是你想得到的，或者是你想得到的，基本上早就已经存在在零点场的场域当中。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把那个你渴望的画面从零点场当中去显影到这个3维世界呢？我梦境里面的能量钩子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来说，当你去抛出一个能量钩子，锁定了能量场中的某一个可能性，你就在为自己的能量场当中去锚定了这个坐标。好比在宇宙的多维空间里面去产生了一个亮点，而那个亮点与你开始产生了连结。接下来，随着时空的位移，你的实相就会开始沿着这一条能量线，精准的去追寻到这个坐标亮点。现在就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能量钩子带来的几个重要的讯息。那第一个讯息呢，就直接去打破了灵性圈里面最常见的显化迷思。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必须无时无刻的去维持在快乐、喜悦还有感恩这种所谓的高频的状态，才能够真正的显化成功。但是我们现在是活在3维肉身里面的人类，对吗？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情绪，还要去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的问题，也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如果是只有在高频才能够显化，那是不是代表只要我们一焦虑、一感冒，或者是跟家人朋友吵架，我们的显化、我们的愿景是不是就岌岌可危了？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灵魂会陷入一种很深的灵性焦虑里面。但是你们知道吗？讯息告诉我的是，只要当你活出纯粹，源头其实就可以非常清晰的去辨识你的存在。那么什么是纯粹呢？这里我想要用3个面向来协助大家更容易的去理解所谓纯粹的频率。第一个，纯粹它是一种向量的单一性，而不是强度的多寡。
这是什么意思呢？请你先想象一道雷射光束，所有的光子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对吗？就算这一道光的强度很微弱，比如来说，你当下的身体可能很累，或是频率比较低的时候，但是因为这道光束它没有杂质，也没有内耗打架的力道，它还是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去穿透三维的物质矩阵，去精准的去锚定在我们想要的那个坐标上面。所以呢，纯粹它第一个面向就是这一道波从你的核心发射出来，没有夹带任何反向的修正力。相反的，如果今天你一边发射出你的渴望光束，但是一边又自我怀疑，比如说你在想，万一我失败了怎么办？或者是我这样做真的是正确的吗？这一种反向的波形，它其实会立刻去抵消你所发出的能量，会让你的场域变得很散乱、很浑浊。那第二个纯粹的面向是承认当下，而且是不对抗任何频率的状态。走在灵性道路上，我相信有很多的灵魂都会刻意的去避免说出一些负面的词汇，或者是出现一些负面的念头，因为我们会认为焦虑还有悲伤其实是不纯粹的，或是比较低频的频率。但是在宇宙视角当中，当你试图去对抗，或者是要去掩盖负面情绪的那个抗拒的心，其实才是导致于你光束当中的最大浑浊的来源。但是我刚刚说，纯粹的频率就是承认当下。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你无比诚实的对宇宙说，宇宙，是的，我现在感到极度的焦虑与不确定。其实这个就是100%纯粹的焦虑。当你100%的承认了这个当下，没有罪恶感，也没有批判，这个诚实呢，它本身就是一种零点场非二元性的频率。在这个绝对的坦然当中，你反而拥有最干净的能量，你随时能够抛出下一个转化的能量钩子。那第三个面向呢，是纯粹其实是灵魂的无条件的动机。在宇宙当中，纯粹的意图通常指的是体验还有存在本身，而不是指向外抓取这件事情。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现在有2个人同时发出了我渴望活出丰盛的意图。那么第一种人呢，他背后真正的动机是，我真的受够了现在的匮乏，我非常害怕缴不出下个月的账单，我非常讨厌过穷苦的日子，所以我需要很多的钱，我需要很多的资源，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安住我自己，我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别人。那以上是不是很明显，它是一个抓取的意图？虽然他嘴巴上面说的是丰盛，但是底层它所射出的光束却是浑浊，而且是充满恐惧的。那么第二种人，他背后的动机是，我渴望去体验这个世界无限的奇妙，用丰盛去滋养自己还有身边的人，我毫无保留的去扩展我的生命，因为丰盛本来就是我灵魂本自具足的状态，我在三维世界活出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其实单看我们抛出的这个渴望的句子，我们真的很难发现背后真正的意图还有振动频率是什么。但是当你自己在往内看得更深一点的时候，你通常都可以留意到，纯粹的意图呢，其实是不需要向宇宙讨价还价，或者是交换任何条件的。它就像是一块透明的水晶，光线射进去就原本的折射出来，中间没有任何的粘滞感或者是阻碍点。所以当你抛出纯粹意图的瞬间，就像是你在这个多维度的能量场当中去锚定了一个坐标，而这个坐标呢，就像是在宇宙的多维度的空间里面去产生了一个闪闪发亮的光点，而此时此刻当下的你与那个未来的亮点之间，立刻去产生了一条隐形的能量连接线，这就是你抛出去的能量钩子，它已经牢牢的去勾住了那个可能性。那当这个能量钩子去锁定了这个坐标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这里就是最美好的地方，但也是我们大脑最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频率讯息告诉我，接下来随着时空的位移，
你的物质实相会开始去沿着这一条能量线去进行物质的重组还有置换，直到你前往到那个终点。也就是说，在这一条前往坐标的路上，当能量开始重组的时候，你物质世界的原本结构可能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或者是瓦解。就像我最近物质实相的公司架构还有工作模式正在做出巨大的调整，甚至我突然想要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转变成比较倾向吃蔬食。这是因为我的肉身细胞为了要去对接那个亮点，正在主动的清理我身体的密度，进行一场必要的调整还有转化。那沿着这一条能量线前行的路上，也许我们会觉得自己在绕路，甚至有时候在大脑的层面会感觉我们在迷路，所以我们可能会很慌张的去迟疑，宇宙，我是不是走错路了？为什么我的生活变动这么大？但是呢，梦境的讯息告诉我，只要在你心中的那个意图仍然是纯粹的，你就持续为那个能量钩子去注入频率，它就会一直牢牢的去锁定在那个坐标上面。所以如果你的大脑会一直告诉你，我显化怎么这么慢，或者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绕路，其实可能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可能是宇宙在引领你去绕开三维世界的那些障碍物，或者是你的肉身载体还有生活正在经历一场必要的重新校准还有转化。这个梦境，这个知晓，到底在2026年的此时此刻，想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讯息呢？我的内在指引有3个很清晰的祝福，在这边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是放下对完美状态的执着，你不需要去等到你自己完全没有负面情绪，或者是完全不焦虑了，或是已经疗愈完了，才配得上去显化美好的人生。你只需要在当下的每一个片刻，确认你自己的动机是纯粹的，其实你并不需要用力的去观想，你只需要在你的心中去升起一个纯粹的语频宣告，那么那个钩子其实已经发射出去了。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允许实相有呼吸还有重组的时间。其实显化呢，它不是变魔术，不是今天我抛出钩子，明天物质就会立刻去蹦出来什么东西。其实三维世界是非常非常稠密的，它需要沿着这个能量线去慢慢的移动还有重置。你不需要因为短时间内没有看到任何的成果，就去否定了那个可能已经在多维空间里面去亮起的那个坐标。那第3个就是全然的相信自己的身体。如果你最近在生活当中去做了一些你自己可能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决定，可能是放下一些你已经抓取很久的东西，或者是你突然改变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这些都请你不要害怕，因为那可能是你的物质身体还有能量场正在自动去对齐你抛出去的能量钩子。所以亲爱的灵魂家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移动的频率注节点。所以在今天的影片结束之后，我想邀请你闭上眼睛，自己做3个深呼吸，不要用大脑去想，而是用你的心去深深的感受你真正渴望锚定的生命坐标是什么。不需要去管这个实相到底有多难达成，也不要去管你现在频率到底是高还是低，你仅仅只要带着一个纯粹的意图，在你的心中对宇宙去抛出那个能量钩子，然后请你深深的相信，你已经勾住了那个你渴望的坐标。那么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不论是绕路还是直达，这些都是宇宙正在引领你沿着这一条光索，优雅的去走向那个本自具足的终点。那么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如果今天这个讯息有共振到你当下的实相，欢迎你留下宝贵的感受，我也诚挚的邀请你按下喜欢还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那我是朵娜，我们下周见，拜拜。